朝廷有令，无诏不得离开死祭坛，生死由命。没水没粮，连遮阴的地方都没有，咱们活不过3天。我要喝水，我要回京城。孟川，都是你，全是你害的！你在京城惹祸，得罪了全相，害得我们全族70多口人流放沙漠。要不是你，我们现在还在京城。孟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灾星？你害死了我们所有人！弟妹，够了，川儿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要不是你惯着他，能惹出这大祸？爹！都给我闭嘴！老子前世是极限生存 UP 主，全网800万粉丝，跑过的沙漠比这些人见过的沙子都多。就这里对你们是绝境，对老子是专业对口，就知道哭。再嚎一句，信不信我用沙子把你嘴堵上？孟川，你敢！没时间过家家，想活命就听我指挥，不想活的继续躺地上哭。爹，咱们还有多少容器？就剩这个了。路上水喝完，罐子也摔了。孟小虎，去那块深色沙地，给我挖个半米深的坑。凭什么我挖？下面还是沙子，能有屁用？行，一会儿弄出水，你别喝。沙里能变出水，我管你叫爹。二叔，大家可都听见了。完事。这就完了？弄块破布盖个沙坑，水就能自己跑进碗里？你以为你是神仙下凡啊？川儿，省点力气吧。别急，让太阳飞一会儿。你敢走100步，你体内的水就不够你走回来的。去看看坑里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怎么可能？二叔，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？祖宗，你是我亲祖宗还不行吗？开个玩笑，口渴太久的人不能猛灌水，爹先抿一口，每人润润嗓子就行。是淡水，真的是淡水。这片低洼沙地颜色比周围深，说明地下2米以内有地损藏。刚才那个坑只是掩饰。哥，水有了，吃的呢？咱们总不能光喝水吧？走，带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沙漠自助餐。成年黄颈沙溪，肉厚脂肪多，烤着吃像鸡肉。哥，这玩意儿能吃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哥，你看我掏到好东西了，昨天你设的那个陷阱真好用。去叫二叔过来，我有话说。二叔，营地周围有什么异常动静，马上告诉我。前天晚上我发现了草鞋脚印，不是官差的。昨晚又发现了新脚印，说明对方在踩点。官差说死鸡滩是无人区，官差的话你也信？脚印方向都是从西北角来，到营地外围折回。对方在观察我们，70多口人，有水有火有吃的，在沙漠里就是一块肥肉。完了完了，那些流口杀人不眨眼，咱们老弱妇孺怕什么？脚下这片沙子就是最好的武器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要把动静搞大，该抓沙鼠抓沙鼠，该捡柴火捡柴火，躲是躲不掉的。与其让他们藏在暗处，不如主动请君入瓮。哥，这是啥？硝石，盐碱地被动物尿液渗透后，经阳光和微生物作用形成的硝酸盐矿物，古代最基础的化学品。哥，你要干啥？给你做顿好的。烟幕罐，在狭窄通道里扔出去，产生的浓烟能让一窝沙匪半分钟内失去行动力。硝土加苦益草加骆驼粪等于浓烟弹，石石坏加苦凉水加绊索等于毒物陷阱。2套机关一远一近，只要对面不超过20人，让他们连营地门都摸不着。
来了，听好了，今晚有人要来串门，带刀子来的。那怎么办？跑？往哪儿跑？天黑在沙漠里瞎跑，不用他们动手，你自己先渴死了。只有一个选择，打！可咱们连刀都没有。我下午做的那些东西不是摆着看的，让女眷们用湿布捂住口鼻躲进去，没我口哨声谁也不准出来。一人找一根粗胡杨木棍，磨尖一头，等我口哨声，不要正面冲，绕到两边沙丘上，从上往下打。老大，烤肉味儿，这2天一直有，这肉味儿馋死我了。废话，老子鼻子没瞎。这帮人不但没渴死，还生火吃肉。前天我看到他们在用沙子变水，昨天又在整白花花的细盐。在这沙漠里，盐比金子还难得。那还等什么？直接冲，把他们都绑了！财务闭嘴，蠢货！这群人能活3天还活得好好的，带头的肯定不是等闲之辈。不过，就算是条龙，在老子的沙海里也得盘着，不从正面冲，绕到营地背后低洼沙谷，趁他们围着火堆，从后面摸过去。领头的年轻小子我亲自拿下，速战速决。 3个，领头独眼壮汉是老大，后面2个跟班，没有弓箭和远程武器，全是短兵器，步伐不整齐，典型流寇打法，靠偷袭和人多取胜，正合我意。第一批免费劳动力，老子今天全收了。就在前面，跟我冲！什么玩意儿？眼睛，我的眼睛瞎了！痛打落水狗！别打了，再打就没了！饶命，饶命啊！我问你答，答慢了，就让你再体验一次刚才的滋味。爷爷，你问，我全说。叫什么？在这沙漠待多久了？靠什么活？小人叫独眼狼，在这死祭滩4年了，靠劫新来的流放犯人为生。官差每年扔好几批犯人进来，我们就蹲着等。人绑了，财物全抢了。你们3个4天没吃过正经东西了吧？先喝口热汤，别死在地上弄脏我的营地。独眼狼服了。从今往后，你是我亲爷爷，你让我往东我不往西，让我跳沙坑，二话不说。别收了我们吧，我们有力气，什么活都能干。可以，但先回答别的问题。独眼狼，这沙漠里除了你们3个，还有没有人？说。有，往西大概100来里地，有一片老河道的沙窝子，那里有一大帮人，比我们强多了，30多个亡命徒，有马有铁器，为首的叫沙蝎子。沙蝎子本来也是流放犯，是范世侯自己逃到大沙漠里来的，在这混了7、8年，不光抢流放犯，连小商队都劫。去年一支西域商队从大漠边缘过，被他灭了全队，几10峰骆驼全抢了。他们知道我们？我不敢确定，但沙蝎子的探子每隔10天半个月就往东边扫，最迟到下次大月生，大概10天左右，他们就会发现死祭滩来一帮新人。到了那时候，30来人，有刀有马，有点意思。哥，真刀真枪打，咱们这群老弱妇孺拿什么打？谁说要用老弱妇孺去打？我们现在缺的不是人手，我们有70多口人，加上这3个快80口，我们缺的是3样：稳定的固定水源，坚固的防御营地，在沙蝎子发现我们之前壮大自己。明天天一亮，独眼狼你带路，领我勘探方圆50里地形。沙漠生存第一铁律，不能在一个没有固定水源的地方待太久。蒸馏法只是应急手段，打井才是长久之计。附近有没有干涸的旧河道？有，往西偏北大概10里地，有道很深的大沙沟，两边全是裂开的土壁，沟底一层层的硬泥壳子，看着像很多年前水冲出来的。就是这里。古河道拐弯处是沙漠里地下水位最浅的地方，弯道让水流冲刷形成天然深坑，地下水常年在此汇聚。和胡杨河虽枯死，但能在这种地方扎根，说明当年地下水位很高，地表以下2到3米绝对有水。今天开始挖井，挖这里，目标3米深，先挖到水，再往下扩。孟爷，下面越来越湿了，沙子都变黑了。继续，快了！出水了！出水了！老天保佑，不用再靠蒸馏坑过日子了。挖粘土，和上碎胡杨木屑和干草筋，在河岸上垒房子，
半地徐氏土坯房。怎么了？井底下刚才清淤的时候铲到了硬东西，不是石头，梆梆梆的，是陶片。贤文陶不是官家流放犯人的白瓷青瓷，这种红色夹沙粗陶是沙漠地区元早些年在这条自己烧道上器皿过。官差说死寂滩是无人区，但这陶片不会撒谎。哥，有人来了，不是沙匪，好多人，还有骆驼。多少？什么方向？北边7、8个人，7、8峰骆驼，扬着旗子。西域商队遇沙暴刮偏了，迷路了，而且严重缺水。把雪花岩收7成藏起来，只留3成在外面，让女眷多烤几块沙土肉，烧一锅热汤。来者是客，但在谈生意之前，先看对方什么路数。下花何处营寨？此处可是死寂滩地界。死寂滩，我们是朝廷流放的犯人。你是哪路商队？老夫霍图，月之商号的掌队，走这条商道20年了。前日在沙暴中迷了路，在沙海里转了2天2夜，水倒是不错，就是淡了点儿。你们这里可有什么吃的？老夫和几个兄弟2天没进过热食了。有，烤沙畜肉、沙薯汤、沙葱酱。想吃？喏，哼，拿这些饼换你们一顿热饭，3张糊饼够你们30个人1人掰1口了。这饼可是月氏产的，你们在大漠里一辈子也吃不到的好东西，算是老夫赏你们的。霍掌柜，你这3张糊饼我收下。来人，把咱们的雪花岩、沙葱酱和烤沙兔肉端上来，给霍掌柜看看。这是你们自己做的？尝尝。霍掌柜，你那3张糊饼确实是月之产的，京城大概2文钱一个，但这一盘沙兔肉在沙漠里饿3天的商人拿1匹骆驼换都愿意，你信吗？小兄弟尝尝，比你们月氏最好的盐如何？掌柜，这盐比波苏天价盐还细还白。东家，老朽刚才有眼无珠，多有冒犯。走西域商路20年，从未见过这等品相的好货。敢问东家，这盐可愿意出手？霍掌柜，我需要3样东西：第一，铁器，刀斧锤凿多多益善；第二，种子，任何能在沙地里种的作物；第三，一张西域商道地图，从这条古道通往西域各国的支线和岔路。铁器在西域可是值钱货，种子老夫倒有一些。至于地图，那是我们商号20年心血，从不外传啊。开价吧，1峰骆驼驮的铁器工具，换300斤雪花岩。按行情，雪花岩1两10两白银，300斤就是近5万两白银。这个老狐狸当我不会算账。50斤雪花岩，带回月支当样品，好卖下次换。成交。50斤雪花岩外加10斤盐腌肉干，老夫给你1整套铁匠工具，另外木须和沙粗种子各5斤，就当交个朋友。至于地图，张是老夫自己常会的，虽然不如总号那套全，但从这里到月支，再到更西边的几条主要商道都标了，送给孟东家。孟东家，你是个做大事的人，2个月后老夫商队从月支回来路过这里，你把盐给老夫多备着。一言为定。老张怎么称呼？姓姚，没名字，旁人都叫我老姚头。烧窑的？以前在中原出了事故，炸了窑，烧了贡品白瓷和琉璃，朝廷判了个失职之罪，流放来了大漠。你刚才一直盯着河岸的粘土坡看，看出什么了？孟东家，这河湾下面压着的不是普通粘土，土细腻油韧，含铁质高，烧出来的砖瓦又硬又红。老汉在中原光窑烧了30年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这条古河道两岸全是上的烧造土，除了烧砖瓦，还能烧什么？那要看东家想烧什么。给老汉一座窑，能烧琉璃。哥，你要熬骨头汤？熬你的头，这是骨粉，沙漠种植的核心材料。拿骨头渣子和红六枝就能在沙子里种地？这要能种活了，我把这片沙子全吃了。二叔，你上一顿沙子还没吃呢。出芽了，真的出芽了！孟东家，中原官窑烧琉璃要用石英砂，都是从河滩里一粒一粒淘出来的。
纯度不够，还得反复洗、反复挑。这片沙丘是天然形成的纯净石英砂，老烧了30年窑，头一次见到被风刮出来的矿脉。这个品级的沙，在中原窑做梦都不敢想。如果用这种石英砂建窑烧琉璃，能烧出什么档次的货？要运气好，说不定能烧出无色琉璃。点火！成了，老天爷开眼了，我老姚头这辈子还能烧出琉璃，在这死寂滩的沙子里烧出了琉璃。这玩意儿，一颗珠子能换1匹骆驼。梦爷，今天天刚亮，我在西南方向沙丘脊上看到了脚印，不是我们的，是那种嵌骨钉的沙地靴脚。以前我见过，沙蝎子手下探子传的。沙蝎子的探子每隔10天半天往东扫，算算日子，就在这2天。而且昨晚开窑烧火的浓烟，在沙漠里方圆20里都能看到。那些人如果本来就在往东扫，看到烟柱，现在100%已知道这里有人在烧东西。多久？按探子脚程，回去报信1天，骑人马1天，路上2天，最迟4天，随时可能到。沙蝎子30余人有刀有马，但我有琉璃，这东西在古代能换来的不只是钱。把人集合起来，今晚开始挖陷阱。还有几天？4天，够挖3道沟。但梦爷，沙蝎子不是杂碎。上次咱们打我那3个废物，靠的是偷袭和毒烟，这回来的是真刀真枪30起。所以我没打算正面打，去把沙蝎子，不对，他还没来，去把孟小虎和二叔叫来，所有人到河岸上集合。川儿，啥急事儿？盐场还挂着卤水呢。我先说形势，沙蝎子31起，有马有刀，在死寂滩活了8年，咱们能打的青壮不到20人，硬碰硬没胜算，没胜算。所以不能硬碰硬，得让他们每走一步，先省1半。哥，这几个圈是啥意思？3道沟，从营地往外数，第1道在50步外，第2道在20步外，第3条卡在营地和2道之间。沟深1人高，沟底削尖胡杨桩朝上，上面盖草席撒干沙，骑兵冲过来什么都看不见，一脚踩下去，连人带马全栽进去。我在沙海里混了4年，最怕的就是陷马沟，看不见的坑比刀可怕100倍。哥，这会不会太狠了？沙蝎子去年灭了一支西域商队，1个没留。你告诉我，谁更狠？川儿，沟能拦住骑兵，但拦不住所有人，总有绕过来的。绕过来的人吃这个，这啥玩意儿？别碰引线。老姚头赶制的陶球里面塞了硝石粉、硫磺粉和骆驼粪末，点燃了往人堆里一扔。我领教过，我跟你说过我当时的感觉，眼睛像被人泼了辣椒油。这次剂量翻3倍。东家，那这些凹窑片到底怎么用？琉璃珠加凹窑片加月光，能干嘛？反射？不是反射，月光穿过凹院片聚焦折射，再透过10几颗琉璃珠同时散射，在夜空里就是一片幽蓝色的鬼火。鬼火妙！那是传说里死在沙海里的冤魂点亮的灵火。以前在沙匪堆里，月圆之夜没人敢单独走沙极线，怕碰上鬼火。要是能在城墙上亮一片出来，他们往上看鬼火，往下看陷马沟，前后都是死路。等他们军心散了，我就不信还有人愿意给沙蝎子卖命。那我负责什么？你负责在土坯房里蹲着，没我口令不准出来。这算什么任务？保命任务。川儿，3道沟30多个烟帽弹，17颗琉璃珠加12片凹片，这阵仗打10个人是不是浪费？打10个人是浪费，打31个人不够。不够！永远做活做最坏的打算。川儿，你说他们会来？孟爷，西北方向30旗，还有3里地，所有人记住了。烟照冒，火照烧，人照常走动。门口假人别动位置，我要让他们从沙上往下下去。等鬼火亮起的时候，才轮到你们出场。听我口哨，没有口哨，就是死也不准动。孟爷，你要我当时留下来，那1碗汤是我这辈子喝的最值的东西。嘿，这些软脚虾还过起日子来了。老大，
你记得独眼狼那伙人吧？上次他们就是栽在这里。有人会用烟放毒。用烟？独眼狼那废物才5个人，还是不行的。咱们30起，人手1把长马刀，什么烟能挡住30把刀？可是这群怕了流放犯才来几天，搭几个土窝子就不错了。你还指望他们能挖陷阱修城墙？兄弟们，冲进去！男丁出光，烟和货全搬走，谁敢放烟，先掉脑袋！还不停！等着。停！前面有坑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别冲，往两边让！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。继续。食不无口鼻，下马，贴地走。空了，往哪儿找呢？我在这儿。我放屁，那是假的。你是不是以为我只有这些把戏？你看好了。沙蝎子，你是从京城杀人逃出来的，在这沙漠里混了8年，劫过商队，杀过流放犯，手上30多条人命，对吧？喝过干净水没有？这8年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你渴，8年了，没有一天不渴。我有水，淡水，每天管够。我有盐，雪花盐。你上次让独眼狼来探营，见过了。我还有这个。蝎子哥，孟爷那碗热汤比我前4年喝的水都值，跟他妈不亏。傻蝎子，服了，东家要人手，剩的全归你。先让你还没从沟里爬出来的兄弟喝上水。受了伤的我让人接骨敷药，今天不见血，死祭滩不再是荒芜之地，是琉璃堡。你的人有多少是被发配过来的？一半，另一半是犯了重罪逃出来的，背着血债回不去了。那你呢？我除了一方恶霸，那人占了我家的田，还害得我家妹子没了活路，我拼了命然后跑了。从那天起就再也没喝过一口不苦的水，以后不苦了。31起，陷马钩伤11人，无人死亡。伤马一匹宰了腌肉，地皮作假，加上孟家本族70余口和独眼狼5人，总人口突破了110人。琉璃堡规矩：第一，不养闲人；第二，前院勾销，一视同仁。那第3条呢？谁敢动水井和琉璃窑，我送他进窑堂看火。沙蝎子带20人运石英砂，独眼狼带4个兄弟负责安保和内陈，老爹后勤总管，二叔管盐场。孟小虎跟我，大家都清楚了吗？清楚。霍图临走时说过，2个月后得多备铁器。孟爷，有件东西得让你看看。哪来的？沙蝎子上午挖沙的时候，在白沙丘背面被风刮开的土里翻出来的，离咱们营地5、6里地。也就是说，这片沙漠里的人在很久以前的活动范围，比一个古河道大得多。孟爷，下一步怎么打算？等谁？霍图，还有所有愿意来这座城里做买卖的人。老狼，咱们来的时候几座窑？1座单进风道，现在2座双进风道。过来看，跟我上次砸碎的那批是一个东西。一个东西透了3成。沙蝎子，石英砂每天4趟，2个月后翻到6趟。6趟就6趟，老子以前劫道跑的比这多。东家，次品怎么处理？留着，以后谁砍价，我就把这件摆出来，告诉他这已经是我们最差的一件。你连次品都能当武器使，驼队比约定早了5天。让老爹烧热汤，盐场把最新雪花盐搬出来。你看看，几座窑？2座，房子也从10间变成30多间了。郑队，咱走的时候这里才70来口人。孟东家，旗上是什么？水或者风，这地方有名字了，琉璃堡。老夫这次带了翻倍的铁器、布匹、药材，还有1小罐茶叶。沙漠里比黄金还稀罕。不过你先给我看东西。
这东西沙子烧的，白沙滩高纯度石英砂加老汉自己配的碱釉，配方西域没有第二家。孟东家，你这双手不是晒盐的，是变金子的。别光夸，签单。霍掌柜，但做琉璃的大商号不会坐视新货源从沙漠里冒出来。如果他们知道西域市场，一定会派人来谈。而且那些人不是带礼物来的。实不相瞒，老夫在月至有个老对头康家，西域琉璃商会副总领。让他们来，下次回月至，有人打听新琉璃的来源，你如实说。你这是引狼入室。不是引狼，是钓鱼。与其让他们偷偷摸摸来暗的，不如请他们光明正大来明的。老夫活了这么大岁数，头一次见人把对头当鱼钓。20年积累的西域商号名录，从死寂滩到月支，一路上所有大商号的掌队名字、做生意的习惯，你拿着。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2个月后老夫再来，到时候你要是多了一种新货，老夫把整个月氏商队全到你这儿来。7大商队全聚来我这琉璃堡，也摆得下。孟爷，来了3个小商贩，沙暴里跟商队走散了。白面中年人一脸和气，说话滴水不漏；2个壮年汉子沉默寡言，3匹瘦马，但安是上等牛皮。进营地之后呢？不去要水喝，不去找吃的，绕着琉璃窑转了大半个时辰。让他们住，给水给饭，派杀蝎子的人盯着，别太近。然后叫老姚头来。石英沙堆有几堆？4堆。最大的白沙拆高纯度沙，那3个商贩已经在那儿转悠2回了。你现在去，把高纯度沙分出一半跟河岸粗沙混一起，看起来差不多，但含铁量高，杂质多。分辨个屁！没有行家现场点窑，看颜色纹理根本分不出。把窑基纹图拿来，风道角度改大5度，碱粉比例减一半，不管谁问都按改错的打，让他们偷回去的是假配方，烧出来全是发渣。到那时候，他们不是来偷配方，是来求我的。东家，老汉烧了一辈子窑，头一回跟人玩心机。孟爷，要不要现在下去捆了？让他们偷。那堆沙今天下午换过了，全是河岸粗沙混一点白沙，烧出来跟碎石头差不多。东家，你真给他们雪花岩了？老姚头昨晚重新装袋的，雪花岩下面全是苦岩渣。跟你作对的人这辈子不好过。去叫老姚头来，琉璃窑的火候该升级了。老爷子，这12个碗干嘛？配比，2个月没找到最佳比例，天然碱土纯度不稳。东家，中原光窑有个古法子，碱土淘洗、沉淀晒干、滤掉杂土，提纯后的碱劲儿大好几倍。那就是沙蝎子再送2袋碱土来。比例不对，全烧化了，碱少了，再补1炉。停火！炸窑了！炸个屁！停火！窑温到了，快！孟东家，这是碱釉琉璃烧出来了。这东西整个西域没有，给老姚头发双倍响，全部换上碱釉配方。这么快？西域那些大商后很快要来砸门，到时候我要让他们看到3座窑同时出产，每天30件碱釉琉璃器，不是样品，是产能。别跪了，从哪儿来？我叫阿依古兰，塔里渝州昂素部落。今年大旱，元州断水3个月，我们在沙漠里走了7天，看到你们的烟柱，不要钱不要粮，只要水，只求庇护。20度骆驼全归你们。你的部落会什么？水源识别、沙暴预测、星象导航。老人能看沙土判方向，预判天气。我们的骆驼训练了5代，比任何地图都清楚沙漠里水源在哪。 20封骆驼我收，但不是换水和庇护，是换你的族人加入我的营地。你们会的东西比骆驼值钱，你留下不是给我养骆驼，是给我教这些。族人想喝水自己打，想吃肉自己蒸。从今天起，昂素部落不再存在，你们就是我的人，愿意吗？昂素部落从今天起归入琉璃堡。孟东家，我们离开绿洲前一晚有官差路过，说京城在找大漠深处的小琉璃国，钦差已在上路，用的词是招憨。姓什么？尚书省直接派，姓周。招安。 要么派人来招你回去，要么派兵来剿了你。怕吗？2个月前30骑沙匪冲我营地，你问问沙西子怕不怕？我不是问沙西子，我问的是你。东家，京城那边的人我信不过，咱们200人2座窑，日产30斤盐，新手50口，朝廷会放过咱们？有一点你们想清楚，来的是钦差，不是兵。文官姓周，围剿不会派文官。谈判的，至少不是来砍头的。一开始不是，这根基不是拱手还给朝廷的。 姓周的，让他来。如果带兵呢？那就让他试试。
在死祭坛能活几天？孟爷，东边来的，大概20骑，打的是官府旗号。把琉璃窑火停了，盐场晒坑盖一半漏一半。杀蝎子的人全副武装站营地入口，刀别出鞘。阿义鼓励带族人退到河湾下游。爹去换件干净袍子。二叔把最好的雪花盐拿出来。小虎让厨房烧一桌菜，烤沙兔、沙薯汤、沙粗炒一胆全端上来。哥，钦差来了，你还摆席？谈判桌上吃得好，刀子就不好亮。下马吧，周大人，大老远从京城跑来，先喝口水。放肆！这位是尚书省钦差周敬之周大人。流放犯见了钦差还不跪迎？在这死祭滩，跪我的人多了。你让周大人自己说，他是来招安的，还是来问罪的？招安，坐下来喝茶；问罪，这20多把刀也不是摆着看的。孟少东家，本官奉旨招安，请借一步说话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查流放犯孟氏一族于死祭滩擅建营寨，私制盐铁琉璃，僭越法度。然朕体上天害生之德，终于招安。孟怀远为就地安置边塞从酒品仓吏，孟氏盐业琉璃悉数收归官营。孟东家，接旨吧。皇上看在你孟家没做过什么大恶的份上，网开一面，盐和琉璃全交朝廷，以后朝廷。周大人，我想请教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京城市面上最好的雪花盐什么价？这本官不太清楚市井行情，我帮你算。雪花盐，京城黑市1两10两白银，朝廷官营按关内官定行价收购是多少？关内官定粗盐收购价30文一斤，一斤雪花盐16两，按粗盐价收大概480文。同样一斤雪花盐拿黑市160两白银，相差3000多倍。周大人，朝廷这是招安还是抢？这官价与市价自古不能相提并论，规矩是人定的。第二个问题，朝廷拿什么派人来收盐？死祭滩离最近的县衙800里，全是无人杀害，得多少兵护送，多少粮车跟着？100斤盐运到京城，路上剩的够不够30斤？第三个问题，周大人，你看看，170多口人，有井有水有粮有盐有窑有田，这些人在这里不是等死，是在活着。如果按你的条件全部收归官营，派几个官差过来管，你信不信？3天之后，他们不是带着货跑了，就是被沙匪宰了，丢在沙漠里。朝廷太远了，死祭滩太大了，你管不了这里。孟少东家，你要怎么样才肯接旨？3个条件：第一，按市价7折向朝廷独家供货，不是官定行价，每年协商价格；第二，朝廷不驻军，琉璃堡每年供盐3000斤，琉璃器200件，这是贡品，不是税；第三，孟家流放之罪撤销，改为就地安置。第1条和第3条，本官可以回京向皇上代为请旨，但第2条，营寨自治加上税贡，天底下哪有这规矩？那就换一种说法。就说死祭滩地处偏远，朝廷鞭长莫及，以贡代管。周大人，你空嘴回去，还是带着贡品清单回来？皇上会喜欢哪一种？条件本官记下了，皇上准不准不敢打包票。这些是样品，大人带回京城给皇上看看。死祭滩产的盐和琉璃，比波梭湖商强了不是1星半点。孟少东家，本官在尚书省20年，你这种流放犯头一次见。全巷那边从漠北雇了一支骑兵，人数不少，冲着你这个人来的。领头的叫巴图尔，漠北铁勒部80余骑，杀人不眨眼，只认银子。多谢，钦差那边暂时不用管了，姓周的回去只会帮我说话。现在有更急的事，全巷从漠北雇了80余骑，领头的叫巴图尔，不日就到。漠北铁力部的雇佣兵，咱们能打的满打满算30多人，30对80亲兵，不挖陷阱没胜算。谁说我们要跟骑兵硬刚？巴图尔南下必须经过响沙坡，狭窄沙谷，骑兵拉成一字长蛇，冲不起来就是活靶子。老姚头，那批大块凸面琉璃片怎么样了？烧了一批，比上次凹洞片还大。东家要这做什么？正午大漠地表温度60度，这块透镜把阳光聚到1点，能点燃干草、布匹、兽皮。巴图尔连躲的地方都没有。哥，这能行？上次沙蝎子亲眼见过我用小号透镜点了硫磺粉末。来了。分2队，一队随我过沙谷，另一队留入口。阿古拉，带10人上去看看有没有埋伏。沙丘上没人。
后面着火了！巴图尔，巴士奇被困在一条沙谷里动不了，辎重全烧了，马在烟里受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不放你出去，你还能带多少人活着走出这条沙谷？你的80个兄弟，上次发军饷是什么时候？全相雇你，给了多少银子？够你兄弟们一家老小过冬吗？如果我没猜错，军饷欠了半年了吧？你跟我来，你的80个人想留下，分同样的水和口粮，每月发琉璃珠当饷。想回漠北，我发足旅费，但只能走，不能再拿刀，你自己选。铁勒巴图尔愿归琉璃堡。老狼，算算总人口，孟氏70，你我30来号，阿依古丽50多，巴图尔36，突破250了。250，哥是不是能建成了？爹，我们该建成了。建什么城？琉璃堡。这底下的土质不一样。东家，弯弯绕绕的线到底是啥？不是线，是城墙。古河道那道半月大湾是天然护城沟，深3、4丈，宽20、30丈，打磨加固就是天然城墙底座。东西南3面没有河道掩护，用粘土碎石夯筑。孟爷，碎石滩的石头能当籽料不？拳头大小，太大墙体有空洞，太小不起骨架。3队下手时脑子里有数。城墙底部宽5尺，粘土碎石夯上去，每夯1尺撒一层干胡杨木叶当拉筋。顶部宽3尺，高1丈2。城门2个正南主门，西面偏门，主门2侧各立一个望楼。全营250余人，从明天起分成4队。1队夯墙，杀蝎子，河道2翼同时开工。交给我。 2队采粘土，巴图尔，你的人马负责。战马改拉脱壳运土。战马拉土，那是漠北的战马。城建好了，马就有马厩；城建不好，马跟你一起死在沙漠里。拉。3队采碎石，独眼狼到碎石滩敲石头。敲多大？拳头大小，太大墙体有空洞，太小不起骨架。 4队后勤，老爹总管，阿依古拉负责水粮，老人、女人全部编入后勤，做饭、看景、照顾骆驼、编藤筐。二叔筑墙制碱，每1尺墙夯好了，用撬罐捅，捅不进去才算合格。捅进去呢？扒了重筑。川儿，那你呢？我当总工。城建好了，马就有马厩；城建不好，马跟你一起死在沙漠里。队长，咱。 跳了多少筐？少废话！敲不够数，城墙就夯不动。杀蝎子，这段不行，扒了，扒。琉璃堡。 这玩意儿挂在城门上，方圆100里的商队从沙丘上就能看到，跟灯塔似的。就是要让他们看到。掌柜的，你们这才建多久，连城墙都有了？3个月。我在西域跑了20年商道，头一次见沙漠里有人建城。我能把这里的坐标发给我们商号沿途所有驿站吗？欢迎，坐标发出去越多越好。琉璃堡。 哎，醒醒！哪个职业的睡着了？来人！来人！今晚有外人进过营地吗？城门和望楼都有人轮值，没人从正门进来。城墙呢？东侧有一段只夯了1人多高，如果身手够好，从现在开始。 全城夜禁，天黑之后任何人不许出屋。民兵3人一组结队巡逻。王才，明天日出一早后葬。今晚的事不是土匪，是刺客。这些人在等，等什么？等一个能一击必中的机会。东家，
他们的目标只有你。既然目标是我，那我就给他们一个机会。3天后，琉璃堡第4座窑首次点火，我亲自执火炬，深夜一个人巡视窑区。东家，你的意思是用这窑当诱饵？没错。万一炸窑，这窑就废了。窑没了可以再建，命没了什么都没了。抓活的！你不是权相的人，你是皇上的人。在下确实是宫里的人，皇上命令我在权相身边卧底1年，从第1罐雪花岩到第1支琉璃盏，小皇上都知道。京城局势现在怎么样了？这次12死士失败，下一次可能不再是暗杀小队，直接动用京城禁军。但皇上已命令6部彻查权相，他撑不了多久了。你回京城帮我一件事。少东家，请说。告诉皇上，琉璃堡每年共盐3000琉璃器200件，分2季入境。这条商道上第1个固定贡站不归权相管，不归户部管，只归皇上。跟皇上说，琉璃堡的贡品是他攥在手里的一张新牌。孟少，你不是流放犯，你将来是这个天下少不了的一个人。川儿，为什么不撤？撤到哪儿去？这里已经有250条人命，有琉璃窑和盐场，有井和沙葱田。他权相的人可以杀了我，但他不可能把这座城从沙漠里抹掉，因为每块城砖都是活人用命夯上去的，没有人能把它从我们手里抢走。5座窑，3个月前才1座，夜里点灯让驼队认路，这他妈是商路！孟团把商路铺到家门口来了。老马，你一个卖盐的跑琉璃堡来干嘛？老霍，你自己尝。比我上次带回去的还纯。我卖了30年盐，这种成色我只在大内贡品单子上见过1眼。这个1斤多少银子？你先说你那胡椒多少银子1两？在京城1两胡椒1两金。哼，那在这儿，1斤雪花盐换你3斤胡椒。你不是卖盐的，你凭什么？凭我比你早认识孟川3个月。东家，这场面你紧张不？紧张个屁！货好人多地偏，不是求人买，是人求着买。那你还站在这干嘛？等人齐，先开口等于告诉对方你有多急。孟东家，我发了飞鸽传书，把你半个西域的商号全叫来了。我给你留了最好的位置，待会儿展示5样产品，你坐第1排。5样？上次不是只有盐和琉璃吗？你走了3个月，3个月够我多攒3样。各位，你们从街遭漠北天山赶来，不是来看我建了什么城，是来看我有什么货，直接看货。比上次那批又亮了一层。老姚头，你是把窑烧到天顶上去了？换了检釉配方，换了4次才试出来。各位，我霍图用粤制商户20年的名誉担保，这批琉璃器的品相，我走遍西域没见过第2家。多少钱？自己尝。各位，我姓马，卖盐卖了30年，今天当着诸位的面说句实话，往后我们马家盐厂只卖粗盐，这种成色的雪花盐轮不到我卖。你一个盐商，替琉璃堡站台，是这玩意儿不给我留活路，我不如卖个人情。这个能拌羊肉吗？能，烤羊腿、炖羊汤、糊饼蘸酱，都能。我不走了，除非你告诉我这东西怎么做的。拿胡椒来换。几斤胡椒换几罐酱？3斤胡椒1罐酱。成交！霍掌柜，那沙葱是沙丘边摘的，不要钱，盐是自己晒的。闭嘴！你再说下去，商队全醒了。这鞍锭比牛皮轻多少？3成。骆驼皮比牛皮轻，韧性不差，长途骑乘，麻省体力。12匹天山良驹，换琉璃器100件，加骆驼皮具60件。喝一口。我不喝酒。可惜，那就说定了。不是点火，是聚光。阳光穿过铺面透镜，聚成1点，温度高到能让木头冒烟，硫磺燃烧。目前不卖成品，接受预定。第1批只换铁器、药材2种。我用全部宝石换透镜预定权。全部有多少
30颗，各种颜色都有，最大的鸽子蛋大的红宝石。成交。带他去写投降书。你的琉璃器配额跟我换胡椒，利差对半分。37，我欺你3。为什么？配额在我手里，你可以不换。你的羊皮换我的马，1匹换50张。哼，1匹换80张，皮子是我一刀一刀刮下来的。60张，70。65，加1壶马奶酒。成交，酒要天山的。我不签买货约。那签什么？转销约。雪花岩往西走第一站，从琉璃堡到悲骚商道那段归我独家转销，3成利。作为交换，我给你们送药，雪莲、甘草、枸杞，不管你们在沙漠里得了什么病，我保你的人能活到春天。成交，但我加一条。加什么？你的人病了，琉璃堡也保你活到春天。好，月至商号，每月琉璃器100件，雪花岩300斤，年约2万两。波苏沙葱酱100罐，透镜预定权30件，年约8000两。漠北皮毛双向易货，年约5000两。药材转销约加药材换琉璃，双向约3000两。数字太大，算不过来。川儿，这加起来1年，半个秉承年富。等商道打通，别抖，后面还有更大的。更大的？你是说自己当皇帝还是什么？东边官马是官家的驿马。孟少东家，短短数月，你果然建了城。周大人这次来是招安还是问罪？孟少堡主，皇上请你进京一叙。进京一叙？对，不是问罪，不是招安，不是封赏，是叙。皇上看了你让我带回去的样品，雪花岩、琉璃器、透镜3样全摆在御书房里，满朝文武吵了3天，最后皇上从龙椅上站起来，批了5个字：都不要再吵。然后写了这封信。什么时候启程？越快越好。权相那边虽被查得焦头烂额，多待1天，他走投无路的最后一刀就可能砍在你头上。好，沙蝎子、独眼狼、巴图尔，过来。我进京期间，琉璃堡全权交给老爹和二叔，你们各管各的兵，没我的信不许出城动刀。商队正常交易，破图留下帮老爹对接商约。东家，我带几个人跟你去。不用，进京面圣不是打仗，没有可是。你留下，这座城需要你，比京城更需要你。东家，你会回来吧？会，这座城不是给别人住的。九龙斩能烧出来吗？你不在这3个月试了3窑，前2窑碎了，第3窑烧出半条龙，但证明了一件事：简釉琉璃能烧出龙纹，火温够，配料对，剩下是时间。孟东家，你信我吗？我什么时候没信过你？川儿，你上次一个人扛70多条命，我没帮上忙，这次我这个当爹的是不是太没用了？爹，他们每天早上起来看到你拄着拐杖站在营地口，知道天塌了有个老东西顶在前面，你站在那里就够了。东家放心去，商路交给我。哥，京城那些人要是欺负你，欺负不了我，看好沙髓田，少一株回来饶不了你。多了呢。多了，请你吃烤沙兔。孟东家，九龙主，老汉拼了命也给你烧出来，等你回来，他就是琉璃堡镇城之宝。周大人，从京城到死寂滩，官驿换马最快也得半个月。你们当初凭什么觉得自己能管住那片沙子？本官在尚书省20年，答案只有一个，我们从来没管住过，只是以前没人在那里活下来，所以不需要管。京城到了。宣死寂滩流放犯孟川觐见。草民孟川参见皇上。孟川见了圣上不跪，按律。无妨，你在沙漠里没地方跪，回京城也不用跪。你手里捧的什么？贡品。这是烧出来的。老夫管了半辈子官窑，从未见过这等工艺。谁烧的？一个老窑头，姓姚，没名字。以前在中原官窑烧了30年，因为一炉事故被流放到了死寂滩。这只九龙斩是他这辈子烧的最后一件东西。他说烧完了这一件，就算是死也值了。抬起来，让所有人都看清楚。朕今天让你来，不是看贡品。皇上想问什么？朕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在死寂滩活下来的，从头说。皇上要听实话。朕不听实话，
何必让你站着？好，那我就从头说，从被押送官差踹下牛车那天说起。牛车停了，70多口人被官差说有本事一样扔在沙地上，然后他们就走了。太阳晒的沙子能烫熟鸟蛋，全家人瘫在地上哭。我二叔说活不过3天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让他们闭嘴。我找了一块低洼沙地，挖了个半米深的坑，坑底放一只破陶罐底，坑口盖一块湿麻布，麻布中间压一颗石子。太阳把沙子底下的水分蒸发上来，遇到湿抹布凝结成水滴，一滴滴全落进陶罐里。半下午，罐底残了一层清水。你从哪儿学的？书上看的。继续。第一口水解了渴，但人不能光喝水。我带了几个人去沙丘边上的风蚀土丘，那地方白天热得发白，但傍晚沙溪、沙蝎和沙鼠都会出来。沙溪烤着吃像鸡肉，沙蝎掐掉毒尾烤熟了比蟹肉还鲜，沙鼠脂肪层后烤出来的油特别香。我还顺手摘了一把野生沙葱，撕碎了撒在烤肉上，加一点天然盐土碾碎了的盐粉。那天晚上70多口人围着石板烤肉吃疯了。那些东西不要钱？大人是说沙溪免费，沙鼠免费，沙子底下蒸出来的水也是免费。沙漠里唯一贵的东西只有一样。说的好听，70多个人靠抓4角溪能撑多久？总得有水井有存粮。第二天我们就发现了一片盐碱地，10几亩，刮了盐土回来，溶水晒干去卤，再通过木炭、细沙、碎石的过滤塔提纯，把又苦又涩的粗盐变成了白如瑞雪的雪花盐。雪花盐出量多少？一天10几斤。10几斤？1斤雪花盐在京城黑市值160两白银。我知道，我爹算过。大人还觉得流放是受罪吗？接着讲。有了盐，就有了第一笔资本。没几天，一支西域商队在沙暴中迷路，撞到了我们的营地。领头的叫霍图，月之商后掌队。一开始，他拿3块发霉的糊饼想换我一顿热饭，说这是赏我们的。你给了？给了。我把他的3块发霉糊饼收下了，然后把雪花盐和烤沙兔腿摆他面前。他啃了一口烤肉，然后跪下了。贵了，贵了！他用50斤雪花盐换了我一套铁匠工具、2把短铁刀、种子和一张西域商道地图。临走的时候把我拉到一边，说我这儿有一种土特别适合烧造。他驼队里有个被流放的老摇头，中原官窑出身，专烧琉璃，问我留不留。我说留。老摇头留下的第2天就在古河道岸边发现了上等烧造粘土。再过几天，又在白沙村背风面发现了高纯度石英砂。我们在河岸上建了第1座土窑，3天3夜不停火，烧出了琉璃堡的第1炉琉璃珠。珠子只有拇指大，颜色是淡青的，表面还有些粗糙，但那是琉璃，沙漠里用沙子烧出来的琉璃。然后呢？然后麻烦就来了，第1波独眼狼，5个沙匪晚上偷袭营地入口，踩了我布的毒烟陷阱，生石灰加苦流水加消土，一通毒雾喷出来，5个人全瘫在地上，连爬都爬不动。我给他们灌了一碗热汤，他们跪了。就这么简单？一碗汤比一棍子狠。大人要是不信，可以在沙漠里饿4天试试。第2波呢？沙蝎子31起沙匪，有马有刀有铁器。我提前挖了3道环形陷马沟，沟底埋削尖的胡杨目标。他们冲锋的时候，前排连人带马全栽了进去。我在高台上点了烟幕弹，硝石加硫磺加骆驼粪，然后让老摇头用凹面琉璃片折射月光，月光穿过10几颗琉璃珠，在夜空中变成幽蓝色的鬼火。对，在他们看来就是鬼火。沙匪迷信，看到这个士气全崩了。沙蝎子一个人冲到营地中心，我在他面前点燃了硫磺粉末，用凸面插进透镜聚焦太阳鬼点的火，31起全收。第3波巴图尔。漠北铁勒部雇佣骑兵80余骑，在响沙坡狭窄沙谷里行军，他们后队的干草车和帐篷，然后从高台上往沙谷里砸烟幕弹。80骑被困在烟里，马尽人倒。巴图尔一个人提着铁斧冲到我面前，你没杀他？我带他参观琉璃堡。80个上次军饷是什么时候？他没说话。水井盐场琉璃窑沙丘田，他把铁斧插进沙地，单膝跪了。然后你建了城？对，粘土碎石夯的城墙，1丈2高，城门匾上嵌了我堡里最亮的一块琉璃，城墙外铺了环形商道，竖了胡杨灯桩，夜间用沙鼠油点灯。商队来了。7大商队：月之飞撒香料、漠北皮毛、西域药材、大漠盐商、天山马商、西域小国。5个产品：琉璃器、雪花盐、沙葱酱、骆驼皮具、琉璃透镜。我在城门口搭了5个洽谈棚，1个产品1个棚，各商队自己对接。最后签的意向总额，霍陀说快赶上半个锦城的年赋了。然后周大人带了你的信来，朕之卿在沙漠。你知道朕为什么写这6个字？不知道。因为满朝文武在朝会上吵了3天，全项那边的人要发兵清剿，兵部的人说不值得动干戈，最后站起来都不要再吵。朕对他们说，一个人在沙漠里让300多人活下来，朕连他的面都没见过就去杀他，朕成什么了？孟川，你从踏入死祭坛到今天站在朕面前，你求过谁吗？没有。你知道求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沙子不会听你求饶。朕佩服你。皇上，起来。
朕不是在夸你，朕是在告诉你，朝廷需要你这种人，不是因为你听话，是因为你能在一片绝地上活下来。你的琉璃宝，接着做他该做的事。沙子里的盐和琉璃，是朕攥在手里的一张牌。宣旨。撤销孟氏流放之罪，封琉璃宝为大漠自治里丞，不设流官，不驻禁军，不纳正赋。孟怀远为城主，孟川为少城主，世袭罔替。琉璃及雪花岩由琉璃宝专营，朝廷抽成3成。世袭罔替，皇上这……你有异议？臣不敢。谢皇上恩典，草民替琉璃宝320条人命，叩谢天恩。孟少堡主，本官在尚书寺20年，头一次见皇上当着满朝文武说佩服。上一个还是30年前守漠北孤城的老将军。不是看在九龙崩的份上，看在你用一块破麻布让70多个人没渴死的份上。替我带句话给裴元庆。裴元庆，他在兵部。算了，当我没说。周大人，琉璃宝每年的贡品如期送到，不差分毫。保重。爹，皇上怎么说？撤销流放之罪，封琉璃宝为大漠自治理政丞。你是城主，我是少城主。世袭罔替，咱们孟家的冤罪一笔勾销了，全部。老天爷，孟家无罪了！少城主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得管东家叫少堡主？我早说了，这人不是普通流放犯，他跪过谁没有？京城有酒吗？下次给你带。没有就算了，这破地方比京城舒服。哥，爷爷，祖宗，京城啥样？皇宫大不大？皇上长没长3头6臂？跟你差不多，一个鼻子2个眼睛。那我去了也能当少城主吗？你先把沙从田里那片杂草拔了，再跟我谈。川儿，你走这1个月，盐盘又多晒了1000斤，世袭罔代，那咱这盐是不是也算官盐了？算，比官盐还官。听听全营部、全城部、全保的人听着，从今天起，咱们不是流放犯，咱们是正儿八经的城主子民。少堡主，这盏归琉璃宝。老姚头，你不跟着我都不行。老汉跟着你，是因为你窑里的火从不灭。沙报预测，今年秋天有几场？3场，第1场还有7天。够，把城墙再加固1层防水浆。好。爹，我们不是流放犯了。我们从到这儿第1天起就不是。爹，我回来了。